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家阿伯。相信很多 LPL 观众都知道 ，S11 全球总决赛 EDG 冠军皮肤已经开始预售，很多人都已经拿下了自己心爱的皮肤。毕竟这么多年迎来了骑士归来之时，而且还是一个要比一个帅气的皮肤。而谈起 S 赛这么多年过去，每年的冠军选手就像是流水一般，而只有那个铁打的选手 Faker 从 S3 夺冠之后，能够依旧保持巅峰状态，继续在职业生涯里努力坚持着。然而还有很多冠军选手真的就像是昙花一现，就算是夺冠，最终也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，甚至连职业的这碗饭都很难。而谈起历届的冠军选手夺冠之后却很不顺，你们会想到谁呢？要说历年来夺冠后的选手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几个赛季，毕竟站过了世界之巅，心态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但是能够像 Faker 一样一直 carry 到现在的还是很少见。同时 IG 的 The Shy、Rocky、JK 辣舞也能够保持很好的状态。不过似乎这么多年 S7 冠军三星似乎夺冠之后，除了下路选手 Ruler 还在坚持，安掌门完美退役以外，其他几个都不是很顺利，也都没有活跃在赛场上。而最惨的就是中单 Crown 了。 Crown 绰号皇冠哥，为人彬彬有礼，但在退役之后却未能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Crown 曾在之前的直播中哭诉自己拿了世界冠军，但似乎并不成功。按理说已经拿了世界冠军了呀，为什么还过成这样？好像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，对此感到非常难过，且一直处在这样的心境下无法走出来。5月3日 Crown 在社交媒体上最新发布了一条动态，内容是这样的：嚯，我睡前吃了太多安眠药和抗抑郁的药物了呀，哈哈哈，我的人生好像多年都不是很顺利呀，非常的不顺利，只是那样说一下，仅此而已。从这条动态就能看得出 Crown 现在的状态受到抑郁症的困扰，苦笑着说出自己目前的情况，需要吃大量的药物来维持正常的精神状态，用半调侃的方式说自己，令人心疼。很多韩国观众看到之后纷纷在下面对 Crown 进行鼓励，如果病情无法好转的话，抑郁症会造成很可怕的结果，希望 Crown 能走出来，生活就是这样，努力接受它吧。 Crown 在打职业期间就是一个泪点很低的人，曾因为表现不好在场上大哭。其职业生涯个人能力的最巅峰时期，阿伯认为是在 S6 的全球总决赛，那一年的 Crown 是真的强，能打出与 Faker 不相伯仲的表现。而在 S7 夺冠的那一年的世界赛中， Crown 反而是队伍中的一个短板，主玩工具人蚂蚱就是最好的选择。而在夺冠之后， Crown 就快速下滑了，离开 LCK 去其他赛区也没有建树，最终处于一个无人要的境地。就如某个职业选手说的那样，职业选手可能某一天早上起来，你就突然发现自己不会玩游戏了。 Crown 职业生涯断崖式的快速下滑，导致他被迫结束了职业生涯。在那之后， Crown 的心态就一直不好了，觉得自己是失败者，似乎拿了世界冠军，但似乎又一事无成，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职业就像是一场梦。用 LPL 观众很喜欢说的一句话，就是冠军选手亦有差距，你在哪里夺冠，在什么时候夺冠，以什么样的姿态夺冠，会决定很多东西。说实话，站在观众立场上，阿伯是挺喜欢这个选手的，因为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参加 S7 的时候接受主持人采访， Crown 一直不停的鞠躬，以非常认真的方式回答采访。这样的选手如果去 LPL 且表现出色的话，应该会很受欢迎吧。换言之，如果 Crown 那个冠军是在 LPL 拿的，或者在欧美赛区拿的，一切都会不一样。但换不得 Crown 夺冠的那个时间点，说实话 LCK 赛区已经不缺世界冠军了，但缺一个3连冠。但是可能没有 LCK 观众意识到，在 S7 过去的4年，他们只拿了1次的世界冠军。安掌门也曾在 S9 结束后直播中表示， LCK 最后一个冠军是我们拿的，但当时没人意识到这个冠军的重要性。 Faker 决赛结束后痛哭，绝大多数的观众都在为大魔王没能3连冠而感到可惜，
决战是内战，没有压力。SSG 夺冠了，也就那样吧，没什么可庆祝的感觉。因此，同样是夺冠，DWG 在 S10的重新夺冠，待遇明显就不一样了。SSG 的这几位，包括上丹和打野，都曾表示不希望 LCK 在世界赛上夺冠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多数观众没把 SSG 的冠军放在眼里，没有给予其该有的尊重。除了 Crown 外，近日还有一位 S 赛冠军选手也是引起了热议，在 LOL 圈里彻底炸锅。作为 S2 冠军， TPA 算是 LOL 远古年代的强力战队，那个时候 LPL 还是 IG 和 WE 双雄争霸。然而这两支队伍都没有在 S2 世界赛上取得成绩，而 TPA 拿了那年的冠军后，一些战术和打法甚至深深影响了韩国队伍。那个时候 LCK 还是 OGN， 很多战队纷纷模仿起来 TPA 的4-1分带打法，尤其是上单史丹利的豹女，让很多职业选手大呼惊艳。而中单 Toys 凭借爆炸输出的发条，被誉为一代中单法王。叉烧在点评 S2 的时候直言，那个世界赛其他中单选手都是40到50分，而 Toys 的实力有60分，他对 TPA 夺冠来说绝对是功不可没。而 Faker 在 S3 夺得世界赛冠军后，一度有人将他们两个人相提并论。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多年之后 Faker 依然奋斗在第一线，而 Toys 却当众乞讨。就在5月份， Toys 在街头乞讨的照片被传到了网上。通过照片可以看出，他面容憔悴，衣衫不整，在乞讨。很难让人想象，这人曾是站在过 LOL 顶端的男人。对此引发了不少水友的嘲讽，认为他算是彻底把一手好牌打烂。之前曾传出消息说要卖掉冠军戒指，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负面消息传出，让大家感叹他和 Faker 差距已经越来越大。不过随后有人爆料说 Toys 当众乞讨的行为并非因为穷困潦倒，而是他在拍视频体验生活，并且用相关的收益来做慈善。而且 Toys 的家底很厚，他虽然有负面消息传出，但根本不愁生计。之前说要卖冠军戒指也只是炒作而已，这次当众乞讨大概率也是炒作行为。另外 Toys 是一名非常复杂的选手，他之前还写过文章劝大家好好念书，传播过一些正能量。最后阿伯想说，很多英雄联盟选手在拿到荣誉后反而迎来了更多压力，并且因为没有顶住压力或者诱惑而沉沦下去。真的是世界冠军亦有差距，不过关键还是看自己如何去抉择。对于本期视频两个冠军中单的遭遇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